南海冒雨在溪流中堆起水坝，并在进出口安放了单向通行的竹篓。第二天过来，用背篓抓起来不少鱼。这天一早，外界下着不大不小的雨，自强起来洗了把脸，依然选择了出门。好在山下似乎并没有下雨，他刚来到小溪边，就看到里边有一条鱼，一激动，连带着背篓里准备的东西都掉了出来，干脆提在手上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停在了一段稍微狭窄的水面前。今天本就打算来设置捕鱼陷阱，既然这里有鱼，也不用四处瞎找了，规划了下大概的方案，自强直接开干。他打算在这先搭一条拦截小溪的堤坝，可正当他在忙活，山上的雨貌似追了过来，风雨来得又急又大，在这荒郊野外想找个躲雨的地方不是那么容易，既然注定要被打湿，还不如继续完成手头上的活。自强也不由加快了点速度，抱起石块，逐渐将水坝垒高。眼见着这个微型的水坝只剩下中间的一小段出水口，他拿起带来的竹篓，这两个竹篓都是一头大一头收紧的样子，设计起来只能进不能出，放到出口试了下没什么问题，他还得在下游继续修一道水坝出来，这样进来的鱼才会被困在这里。搭到一半的时候，雨慢慢的小了下来，等到第二道水坝快完工，雨已经不下了，小溪里的光线重新恢复了明亮。随着最后一节被堵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除了中间两个出水口，等于是被自强用两道水坝分割出了一片独立的水域，最后再把竹篓安放进出水口里，并用石块压稳。至于第二道水坝那里，自强把竹篓调转了个方向安装，这样既能保证水能顺利流出，又不会让里面的鱼跑走。检查了一遍各处，确认再无问题，自强背起背篓回家，看这天又暗了下来，搞不好待会还要下雨。一夜过后，自强一早就出了家门，回到小溪边的时候已是太阳当空，下到溪水中查看了下，果然有好多鱼，赶紧卸下背篓，从中拿出网兜开始抓捕。这片水域虽说不大，但足够里面的鱼儿闪转腾挪。自强好不容易抓起来一条，还被挣脱开来，好在他跑不掉，凭借着他丰富的抓鱼经验，再次抓住了一条大鱼，收进袋中再说。看着水里成群的鱼，抓又抓不到，把他急得一顿乱扑。显然这样就算能抓到，效率也太慢了。之前就有朋友一直在建议他抓鱼的时候可以用背篓，这回总算是想到了这个方法。只见他瞅准了鱼的位置，当机立断一下盖了上去，伸进手去一顿乱摸，就抓到了一条鱼，和之前相比不要快得太多。接着他试了下，直接将鱼赶到背篓里，但好像灵活的鱼根本不吃这一套，那么只好继续用照的办法。似乎之前两条鱼耗光了他的运气，一连几次下去都是空空如也。好不容易盖住一条，结果没抓牢，还被他跑了。不过自强没有气馁，起身寻找起其他鱼，看准目标，一背篓照下。这一下没有让他失望，从里头捞出了条大鱼，这边刚收好，马上又在附近发现条大货。自强伸进去手，感觉有点不对，不仅滑不溜秋，还有点扎手，激起的水花拍了他一脸，单手捏着鱼的脖子，可这条大鲶鱼一点都不给他面子，一个扑腾差点跑走，还好用脚压住了，赶紧换上背篓重新盖上。这可有点难办了，抓又抓不起来，自强只好换了个办法，兜着它一点点慢慢移动，好不容易挪到了岸边，直接一下甩到了地上。这下算是老实了，顺利收入袋中。就这么会个功夫，已经搞了小半袋。为了装鱼方便，他还随身带着这袋子鱼，感觉多少会影响他的反应速度。终于在又抓了一条之后，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提着鱼放到了岸边，用石头压住。随着自强抓到的鱼数量变多，剩下的都是一些灵活的鱼。
又是连着好几次什么都没有，足足空了有6、7次，这才又盖到了一条鱼，直接一个快速翻转，将背篓翻了个面，这条大鱼稳稳当当地落在了里面，提到鱼护者收入其中。接着自强又搞到一条小鱼后，他发现居然有一条躲在了他的鱼护底下，难道是来找他被抓的家人了？既然这么想团聚，当然是满足他的愿望。兜兜转转，还是被自强抓到了手里，塞入袋中。这应该就是最后一条了。他收好这袋子鱼，将背篓背起，打算离开这里，去街上售卖掉这些鱼。回家带来了秤，顺道换了身衣服，自强来到了村子里，同样在老位置前坐下，快速整理好货物。很快，一位在小卖部买完东西路过的大哥停在了摊位前，他一眼就瞧中了这条最大的鲶鱼，利索地付钱带走。接下来村民们3、3两两的上前，很快就卖的只剩下3、5条。最后一位骑着摩托路过的小哥全部打包带走。从一早上出来，现在已是时近黄昏，他也得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了。男孩在湖边埋了些竹筒陷阱，靠着他们抓到了好多小河蟹，简直不要太爽。这天早上，自强已在院子里忙活着，只见他朝着新收集来的竹竿砍去，每一刀都劈在竹节附近，环绕一圈之后，就能得到一端开口一端封闭的竹筒。花了些时间，差不多制作了有6、7个。自强转而开始处理这些竹筒，调转方向，在竹节上挖了个洞。这个洞的作用是到时候放入水中，能快速地让空气排空，同时也能保证内外水流交换，不至于让猎物在里头缺氧。而接下来这些个小小的由竹篾编织而成的收口，才是整个陷阱的关键。塞到竹筒中后，刚好卡在出口位置，一头大一头小的造型，能够保证螃蟹跑进来就别想出去了。整理好所有陷阱，自强回到屋内，提起背篓关好门，收拾起竹筒放到背篓中。接下来他要去找一个好地方，将这些陷阱布置起来。顶着烈日，他来到了湖边，穿过茂密的树丛，找了一块僻静的地方，从水里摸上来一些螺，全部丢到了岸边。今天可不是简单的来摸点螺，这些只是作为诱捕螃蟹的饵料。为了能更好地激发其自带的腥味，自强选择用柴刀把它们一一剁碎，随后每个竹筒中都塞了一些。愚蠢的螃蟹哪里能抵挡得了这些诱惑？而自强今天挑的地方又是这种浅滩烂泥地，上面长满了野草植物，一看就是河蟹爱待的地方。虽然现在还看不到螃蟹的影子，但它们都是昼伏夜出的动物，喜欢在晚上出来觅食。自强沿着湖岸间隔开来，安放好了所有竹筒陷阱，背起背篓先行离开。一夜过后，自强回到了这里，利索地取出网兜，准备开始收获。其实他心里也挺没底的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货。直到他取掉收口，把竹筒倒进网兜里抖了几下，好家伙，倒出来满满一桶子的河蟹。要是都有这样的收获，今天就稳了。瞧一眼能抖出来几只，再瞄一眼，里面还有扒拉在内壁不肯出来的。这边辛辛苦苦倒出来一只，网兜的边缘却有一只成功越狱，属于白忙活了。确认没有了后，重新塞回收口，安放回水中。结果在边上又捡回了跑走的那只，算是失而复得了。来到第二处，找了半天没找见，明明就埋在这个位置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好在最终还是找到了。这一桶看上去比第一处要少一些。下一处又是满满当当一竹筒。不得不说，当地的资源是真的丰富。凭借着自强熟练的摸鱼逮虾技术，每次都能搞到不少货。就这么一会功夫，已经有小半袋，赶紧来到下一个陷阱的位置，提起来把起收口带出来指螃蟹。自强反应及时将它捞了回来，
从这个竹筒里抖落出来7、8只，还算不错。放回到水中，竹筒咕噜噜冒了几下水泡，又浮了上来，只好再次助他一臂之力。接下来的桶子一个个收起，里面的螃蟹有多有少，少的6、7只，多的几十只不等。收完了最后一个竹筒陷阱，自强提着这大半袋的收获，放进了背篓之中。来到不远处，许辉一早脱在那的胶鞋，就近在水中洗去脚上的泥垢，穿好鞋子，自强背起背篓离开。一路来到村子里，还是在老位置坐下。这回为了方便卖这些螃蟹，顺路还买了个新的筛子和塑料布。取出这袋子螃蟹，才到了一小半，他就发现不对劲。灵活的螃蟹轻而易举地开始四处奔逃，迅速收起袋子，腾出手去抓这些想要逃跑的小螃蟹，难免还要被钳上几下，疼得他将螃蟹甩到了地上。这边刚抓起几只，跑得快的已经出去好几米了，赶紧追上去一一逮捕回来。看来这个塑料篮子是白买了，不仅没有作用，还帮倒忙，只好倒回到网兜之中，抓回所有的螃蟹。自强被钳得张大了嘴，龇牙咧嘴，那叫一个疼。总算是在慌乱中收拾好了摊位。边上走过来一位大哥，看到他卖的是螃蟹，打算买上一些。自强撑开塑料袋，一只只地将螃蟹捡出。刚才被钳到现在还在痛，哪里还敢整把抓起？可这样的速度实在太慢，倒不如用刀的方式来得快一些。结果还是溢出来一堆，连同顾客一起，两人一顿手忙脚乱，才将这些螃蟹丢回到网兜中，放上去称了下，还不足1公斤，只好一只手一只往里添加，慢就慢一点吧。这边刚够数量，另一位小哥靠了上来，见到自强还在忙着收钱找钱，他倒是勇得很，直接一把一把往里抓，待到自强忙完了，才配合着往里倒，直到满满一袋，放到秤上称过后付了钱。边上一位大姐早已等候多时，袋中已经所剩不多，索性全部买走。一阵懵抖，才将里面的螃蟹全部收到袋中，付过了钱。大姐骑着摩托离开，自强也迅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一路向着家里走去。今天第一次卖螃蟹，没有经验，搞得有些慌乱，要是还有下次，心里应该有数了。男孩在稻田里又是摸螺又是抓鱼，顺带还逮到几只牛蛙，简直不要太爽。这天早上，自强一早就出了门，来到了村子成片的稻田里。这回田里的水稻已被收割，而养在田里的水中却有不少货。自强一来就捡到了好多螺，盛放在前几天为了装螃蟹买的塑料篮子里。可以看到几株稻杆上有一些粉红色的东西，这些正是福寿螺的卵。看来自强抓的这些并不都是普通田螺，里面一定混杂了一些福寿螺。虽说福寿螺里有比较多的寄生虫，好在并不是不能吃，但吃之前一定要煮得熟透。不得不说，这田里的螺还是挺多的，没一会功夫就摸了有小半篮子。自强继续往前摸去，摸着摸着，他看到水里还有鱼，有这样的好事自然不能放过，一个纵身扑了上去。灵活的鱼儿没有给他机会，一溜烟跑得没了影。自强在附近找了下，一转身发现鱼已跑到了身后，连着2次失利。在他一顿乱摸之后，彻底失去了鱼儿的踪迹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只好继续带着篮子捡起了螺。但这只鱼却又出现在附近勾引他，这回再不能让他跑了，瞧准了时机，一把将鱼捏在了手里，总算是让他抓到了，也算是弥补了心中小小的不爽。当自强端着篮子往前找螺的时候，居然看到前方躲了一群的鱼，直接丢下篮子扑了上去。受惊的鱼儿四散着逃走，自强追着一条来到了角落，无处可逃的鱼被他一下抓起，回来一起放到篮子里。好在一早抓到的第一条鱼并没有跑掉，想了下，还是决定先收进网兜之中，带着鱼壶和篮子一起向着稻田中进发。这回也不摸螺了，专程找起了鱼，一脚浅一脚深的走了没几步，就发现了一条空出来的篮子，正好可以当做抓捕的工具，一下就将鱼罩在了里面。上次还在说这个篮子买了没什么用，
这回在这可算发挥了作用，可比用笨重的背篓照来的轻松了许多。刚才一下跑掉的有好多鱼，自强打算把它们都抓回来。这片稻田还是挺大的，找起来不是那么容易，好不容易照住了一条，可在抓的时候从侧边溜走了，重新发现它已是在田埂边上。自强小心地将篮子放在一边，用手把鱼赶了进去，迅速捞起，又是一条还算不小的鲫鱼。接下来接连抓了几条之后，自强一抬眼看到不远处小水潭里，不知什么时候躲了条大鲶鱼，赶紧拖着袋子跑了过去。自强不敢太用力抓，免得被鲶鱼身上的鱼鳍扎伤。好在这里除了这个小水潭，别的地方都是些草地，就算让他跑也跑不到哪里去。一路撵着他追出了老远，一上手滑不溜秋的鱼就窜了出去，好一顿搏斗才算抓到了手中，放到网兜里装好。本想着就这么带着这袋子收获离开，哪料走到一半，在路边看到一只牛蛙，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，自强一并把它拿下，从背篓里拿出线将它拴住。既然有一只，那么绝对还有更多的。自强带着这只蛙往田边寻去，果然又让他逮到一只。现在还是白天，牛蛙们还没到活跃的时候，都躲在杂草或者洞里一动不动，只要眼神够好，抓起来轻而易举。蛙蛙们怎么也没想到，好好的待在田里睡着觉，就被抓起来拴在了绳子上。要怪就怪第一只蛙不小心被自强发现了，导致了他们集体遭殃。短短时间内，绳上已经串了5、6只。自强绕回了稻田中央，又在这一连抓了2只后，一只手攥着蛙，一只手提着绳子回到了田埂上，先用脚踩住一只，待到把手头上这只绑到绳子上，才将最后一只也绑到了一起，提着这串牛蛙放到背篓中。今天的收获可谓是异常丰富，他也该回去了。换了身衣服，带着秤来到了街上，还是在老位置坐下，先全部倒进了塑料筛子里，挑出里面的鱼摆放整齐，最后提出来这串牛蛙放到了一边。这些蛙还想跑，一个个努力地蹬着腿，可惜这一切都是徒劳的。第一位前来购买的大哥就瞧上了他们，很干脆的一下全部称走。第二位来买的大姐也是老顾客，她买走了2斤鱼。接下来隔壁大妈走了过来，称了一些螺，顺带着把剩下的几条鱼也一并带走。只剩下这么点螺了，自强也不慌，看着边上2位大叔闲聊了一阵。一位骑着摩托路过的小哥停在了他的摊位前，问过价格，他觉得挺便宜的，索性一下子全部买走，称过重量。自强仰着小脑袋瓜子，算了一会才算明白要卖多少钱，收过了钱。今天的货顺利卖完，他也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往家里走去。男孩在山里挖了一背篓竹笋，卖给了附近村民，回家又包了一些，制作成了腌笋片。这天一早，天空飘着雨，自强在自己的小屋里做着早餐，吃过之后，天总算是晴了。自强收拾起东西，背起背篓，打算出门。一段时间后，他来到了山里头，准备找点山货来卖。今天还没有目标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低头看到地上有些掉落的野果子，放在衣服上擦了擦，塞到嘴里尝了一口，只觉得酸涩难耐，小脸皱成了麻花，看来是要不成了。自强继续往前查探而去，扒开草丛往里看了看，这丛竹子里什么都没有。沿着山涧往上走去，前方又出现一丛竹子，在这他倒是发现了一颗嫩竹笋，拿出柴刀，在其根部上砍了几刀，使出全身力气将其掰断，没控制好力道，自己也摔了个人仰马翻，转过弯来，侧面还有更多的笋等着他挖。
一连收掉这几颗后，自强围着这丛竹子继续薅了起来。直到把附近的都找完，他把目光投向了更远一些的竹子，在荒草地里找了一阵，果然还是有的，不过也就找到这一株。回到背篓处看了看，今天的收获应该够装满一背篓了。于是他转而开始修整起这些笋，剥掉多余的笋衣，收进到箩筐之中，收拾好所有东西。自强背起背篓，向着山外走去。回到马路上，他一路向着村子里走去。一段时间后，自强来到了街上，找了块空地卸下背篓，将这些笋整齐地摆在了塑料布上。今天街上冷冷清清的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买。等了好一阵子，一位大妈靠了上来，买走了他大部分的笋，这么一大袋才卖了不到5万，而剩下的这些被骑摩托路过的大姐和一位小哥全部买走。自强3两下收拾好东西，来到了村子的小卖部里。他早在几天前就问老板娘订好了这双鞋，托他去镇子上进货的时候带一双回来，穿进去自然是大小合适。随后又要了一个塑料罐子，准备带回去腌笋用。回到家中，先来到台子上洗了把脸，进到屋内放下旧鞋，拿起床上自制的扇子扇起了风。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，加上走了一路回来，早已出了一身汗，稍微凉快点了。他脱下新买的胶鞋，换上了更加舒适的小拖鞋，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卸下背篓，从里头拿出了罐子，来到厨房里，在桌子上取来他自己制作的案板，一起放到了竹簸箕中，里头有几株前几天挖来的笋，他打算放到罐子里腌起来，以后慢慢吃。只见他先在罐子里放了点水进去，认真地清洗了一遍可能存在的灰尘，接着为这几株笋一一剥去笋壳，只留下可食用的嫩心。处理完成后，放到水上冲洗了一遍，在竖端案板上用他的多功能柴刀将其切成了薄片。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能尽快的腌制入味。虽然他平时不怎么切菜，但这把柴刀已经被他用得得心应手。平时砍竹子削木棍用的最多，正所谓一法通万法通，道理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他切出来的笋片厚薄均匀，看起来非常不错。把笋片统统装进罐子里，又往里头舀了些水进去，直到漫过了罐内笋的高度。自强带着罐子来到厨房，往里头加了2大把盐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调味料。不知道这样腌出来的笋好不好吃，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下。回到院子里，自强洗干净了用过的竹簸箕和其他工具，随意地放到背篓里收纳好。接下来他点着了灶火，要为自己的午餐做准备了。